慈禧太后是怎么死掉的？光绪34年10月22，刚吃完午饭的慈禧太后，突然感觉全身乏力，呼吸也逐渐困难。这一刻，慈禧似乎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了，她立即召集军机大臣们和摄政王，准备安排后事。遗诏起草完之后，奄奄一息的慈禧太后强打着精神坐了起来，对诸大臣和摄政王说了这样一段肺腑之言。他说：垂帘听政，实乃无奈之举，此后女人不可逾闻，国政子与本朝家法相违，必须严加限制，尤须严防，不得令太监擅权，明末之事可为阴间。当天下午，慈禧太后就死于宜銮殿，享年74岁。关于慈禧太后的死因，众说纷纭，有人说她是被老虎吓死的，还有人说她是病死的，被毒死的。这些说法有可靠的历史根据吗？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和分析，慈禧太后的死因并没有那么复杂，她只不过是在其70大寿上胡吃海喝，导致了肠胃功能紊乱，以至于得了痢疾，最终拉肚子拉死的。痢疾这个病古往今来一直都有，也算不上什么大病，而慈禧得上痢疾可不是一天半天了，此病久治不愈，最终要了她的命。另外在慈禧外记当中也提到说，慈禧太后的死其根由于下监病历太久，体气大伤，也基本上和咱们刚才说的是差不多的，所以我们据史料就可以断定，慈禧太后是属于正常的因病而死。而且在慈禧太后死后20年，孙殿英盗墓时发现慈禧肉身未腐，应该是胃里没有任何食物，这也和史料记载她死前12天无法进食，呕吐腹泻象吻合，胃里是空的，所以尸体还没有完全腐烂。另外顺便提一下，史料记载病入膏肓的慈禧太后临死前1天还见了光绪一面，她死前命太监把她抬到瀛台，抬到了被他囚禁了10年之久的光绪帝床前，病体沉重的光绪皇帝和病体更加沉重的慈禧太后默默无语地对视着，在沉默的目光中是维新派领袖向保守派领袖做的最后的抗争。只要光绪能比这个老太婆活得更久，就有机会实施慈禧太后所反对的维新主张了。但是就是在这一天，光绪皇帝突然驾崩了，第2天慈禧太后也安心地死去了。慈禧太后这个掌握中国半个世纪的女人，这个使中国蒙受了屈辱的女人，她的去世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